开车时用脚向路人打招呼，只是奥德彪的基本操作。八字够硬的奥德彪自信地说：“拔出车钥匙，我的车一样能走。”作为一名纵横非洲香蕉运输业多年的老司机，荷包鼓起来的奥德彪，他说话也变得硬气起来。即便遇到当地3块5一升的高价汽油，他自信地说95加满，剩下的给我滋地上。当碰到当地黑心老板的缺斤少两时，他也会用文明的语言向老板全家问候。这里便是非洲的利比里亚，人口500万，土地面积11万平方公里，甚至还不如国内的一个小县城。但这里被称为被上帝抛弃的城市，因为每到夏天，台风、暴雨等极端天气就会准时光顾这个国家，即便是首都蒙罗维亚都不能幸免。暴雨会在短短几分钟内导致这座城市交通系统瘫痪，让整座城市陷入混乱，因此街上的商店和小贩都面临失业的局面。不过一个行业的落寞，就会让另一个行业兴起。运输行业和推车行业在这暴雨中悄然崛起。这群孩子不管是大卡车还是摩托车，只要有车辆路过此地，他们就会蜂拥而至帮助车主推车。就这样，一辆堪比自行车的小型摩托，在10来个黑子哥的护送下到达了对岸。对此，车主也只能自认倒霉，老老实实掏出兜里的钞票，分给每一个帮忙推车的黑子哥。咱们的主角奥德彪也赚得盆满钵满。相比靠出卖力气的推车黑子哥，奥德彪显得更有商业头脑。他将自己的8手崭新皮卡票价分为2个档次，有座位的头等舱只留给专属 VIP 乘客，每座票价大概20欧，而拥有开放式天窗的敞篷座则属于普通乘客，当然他们的票价也是20欧。对此，经常有乘客抱怨奥德彪黑心，奥德彪却淡定地解释道：“这条去往港口的路线虽然只有300公里，但十分的危险，经常发生泥石流等自然灾害，而且还是事故频发的一条道路。他是极少数愿意跑这条线的司机，所以这一趟行程绝对值回票价。不是他黑心，而是贵的有理由。”就这样，只有4座的皮卡，坐上了11名黑子哥，拉上了满满一车的货。不出意外的情况下，他这一趟跑下来需要3天2晚，但能赚到当地人半个月的工资。为了让车上的乘客在路上不无聊，奥德彪把车速提到了100公里时，就拔掉了车钥匙，这让车上的乘客惊出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而神奇的是，车辆速度表的指针却永远停留在这每小时10公里。奥德彪却说他从不看速度指针，他控制车速1是靠感觉，2是靠八字硬。2小时过后，奥德彪把车开到了一段烂泥巴路上，这里只要使用刹车不当，就容易发生侧滑。奥德彪却丝毫不慌，因为他表示自从他开这辆皮卡开始，就不知道刹车是什么东西。没有刹车的皮卡在路上左右舞动，让车上的黑子哥吃尽了苦头。不过来来回回的摇摆之中，他们也领悟到了乘车的精髓，那就是只要做到人随车动，那便等于一动不动，车动则我动，车不动则我不动。在车辆通过一座大桥后，仅仅行驶了不到10公里，车子竟然就没有了。于是奥德彪把车辆开进了加油站。95加满多的给我滋地上。即便面对3块5一升的高价汽油，身为非洲运输业大亨的奥德彪却跟说着玩似的。可奥德彪下一秒就后悔了，他用极其文明的语言问候老板的家人，只因为黑心的老板为奥德彪那50升的油箱竟然加了70升的汽油。老板见奥德彪是个狠人，连忙解释道：“他们用的都是标准的油桶，是奥德彪自己记错了油箱的容积。”吃了哑巴亏的奥德彪只能载着黑子哥们继续上路，因为与其把这时间浪费在那20升汽油上，不如早日把这车黑子哥送到目的地，好接下一单生意。此时距离出发已经过了12个小时，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。奥德彪闭上眼睛，靠着过硬的八字在开车。不出意外的意外，那就是肯定会出意外。很快，奥德彪的车子前轮陷进了泥潭里，奥德彪却丝毫不慌，因为路过的车辆都陷了进去，他趁此可以在车上休息一会。由于奥德彪的车辆陷在中间的尴尬位置，前方的车辆走不了，他也走不了，他走不了，那么后方的车辆也别想走。所以疏通道路的工作就交给了其他黑子哥，跟我奥德彪没关系。他淡定地坐上驾驶室，开了一罐82年的牛肉罐头，丝毫没有顾及饿肚子的乘客。到了半夜3点，黑子哥们终于疏通了道路，奥德彪这才极不情愿地把车开出了泥潭。此时刚从美梦中醒来的奥德彪越开越精神，在驶过一段泥巴路后，接着又是一段大雾路段。此时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，看奥德彪开始秀起了车技，向路过的行人展示着他那双拉风的拖鞋。马上就要赚到本次路费的奥德彪兴奋地向乘客吹嘘着自己的经历，他是如何从一名28大杠拉香蕉的小人物逆袭成一名有房有车有8个老婆的成功人士，还向乘客们解释什么叫做奥德彪精神。或许这阅人无数的老皮卡也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他停下了脚步以表示抗议，
不过经过奥德彪的检查后，原来是黑心老板家的汽油太次，汽油里的杂质导致输油管堵塞，没有带维修工具的他，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进行维修。除此之外，电瓶也有些亏电，好在问题不大，只需要黑子哥们推下车就能解决。在车辆继续行驶半个小时后，他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。原本3天2夜的路程，奥德彪仅仅用时2天1夜，这就是奥德彪精神。每当这首命运交响曲响起时，我就会想起我正在非洲拉香蕉的老表奥德彪。他那刹车失灵且维修了上百次的28大杠，却依旧能保持70公里的时速在山路间飞驰，100公里提速更是只需要1车香蕉。在他生活的地方，拉香蕉是一件极其危险的工作，这条死亡公路的事故更是时常发生。但奥德彪坚信风浪越大，香蕉越贵。他一生不信命全靠八字硬，坚信28大杠创造未来，一串香蕉改变命运。在非洲盛产香蕉的布隆迪布加拉玛，香蕉是当地堪比黄金的硬通货。这一切的成就，当然离不开那些优秀的拉胶人。奥德彪作为这群拉胶人的首席代表，深得那些蕉业大亨的信赖。今天他要将这一车200公斤的香蕉拉到60公里外的首都布琼布拉赚取差价，压低身姿扶手向前的同时，让奥德彪把空气动力学拿捏得明明白白。身后飘起的披风表明时速已经接近70公里，不少网友看了直呼：“我开摩托车都不敢这么快。”摇晃的前轮表示车胎已经到了临界状态，这时千万不能踩刹车，否则就会爆胎。但奥德彪表示这只是自行车的极限，而不是我奥德彪的极限。整个布隆迪的人都知道这群拉胶人的工作有多危险，他们拖着最重的香蕉，踩着最快的单车，所以在道路上发生事故，他们早已习以为常，不在乎人员有无伤亡，更在意的是香蕉的安危。一旦香蕉发生了运损，不但这趟白跑了，搞不好还会赔钱。对于这群亡命之徒，路上的卡车司机很是头疼，因为一些没有奥德彪厉害的车手，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，会用手攀附他的卡车。卡车司机在这山路上行驶，难免会踩刹车或者急转弯，不能看到前方道路的车手们，很难做出提前预判，所以经常发生交毁人亡的事故。我们的主角奥德彪很少干这事，因为他对自己的车技很有自信，甚至还能腾出一只手接电话。不过在自己体力不支的情况下，他也会借助卡车的帮助，除非前方有人检查车辆，否则他不会松手。相比摔跤来说，他更怕的是罚款，因为光是一张罚单就足够他多跑10几趟。伴随着命运交响曲的响起，我的老表奥德彪又要开始拉香蕉了。这是一辆时速60公里，在道路上疾驰的卡车。就当司机准备换档位提速时，突然一辆飞驰而过的单车超了他的车，司机对此却见怪不怪。他表示60公里是卡车的极限，而不是奥德彪的极限。他是我的非洲老表奥德彪，今年22岁，没读过书，也不知道书是什么东西，但他坚信香蕉能改变命运。经过一段上坡路后，他来到了本次旅途的第一站，见到了啤酒厂老板周扒皮后，他就可以领取报酬。周扒皮制作香蕉啤酒有几十年经验，他会将香蕉埋在地上发酵1周，让其自行成熟。为了防止加生的香蕉进入下部环节，老板周扒皮扒开一块香蕉皮，测试下香蕉的甜度，随后把香蕉扒掉，胶皮丢进发酵槽内，倒入烧开了的尼罗河水。接着工人们会用一种香草反复揉搓香蕉，挤出香蕉里的果汁。这种香草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，它能增添啤酒的风味。新挤出的香蕉汁也要经过周扒皮的检查，在得到其肯定后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，将挤出的香蕉汁抬进一个阴暗的小房子，里面放入酵母，经过2天的发酵，香蕉啤酒就可以喝了。这种香蕉啤酒是周扒皮的特色产品，它从不外销，只在自己开的小酒馆里贩卖。奥德彪也是此酒馆的常客，正因为喝了这种酒，所以他骑单车从不踩刹车。不过还是要温馨提示各位，开车勿喝酒，喝酒勿开车。经过短暂休息后，蕉业大亨奥德彪又开始了他的追梦之旅。不过此次行程并不顺利，还没出发多久就下起了小雨，地面开始变得湿滑起来。途中又经历了很长一段上坡路，这段上坡路最难走，如果没有职业推车人帮助的话，根本爬不上去。这群职业推车人每帮人推车一次，能获得10布隆迪法郎的报酬。即使有人帮助，这段路依旧把奥德彪的身体给掏空了。他来到了小卖部喝点东西补充下体力。店员露西亚一直暗恋他，所以一直允许他赊账。不过他刚刚做了一单生意，这一次带了足够的钱，可能是路途太过艰辛，一瓶500毫升的饮料被他3秒钟解决掉了。虽然很辛苦，奥德彪却表示很喜欢这份工作，因为拉胶的过程能让他感受风驰电掣的感觉，更是他迈向蕉业大亨的重要考验。在距离首都布琼布拉1公里的路段，奥德彪遇到了一群和自己一样的职业拉胶人，他们拉的香蕉比奥德彪少很多，但奥德彪始终是跑在最前面的那个。
很快，奥德彪来到了第二家送货商。奥德彪每串香蕉进价18千布隆迪法郎，他会以12000的价格卖给货商，等于每串香蕉能赚4000左右。这位黑子哥还算爽快付清了全部费用，而这位菜市场小姐姐却玩起了小心眼。由于本次路上的突发状况，导致奥德彪迟到了2小时。小姐姐以香蕉不新鲜为由，只打算给奥德彪每串香蕉1万布隆迪法郎。此时，奥德彪心里憋着1万句国粹，但却无可奈何。要是香蕉烂在车上，他就会损失1万布隆迪法郎。这次不愉快的交易过后，奥德彪没有选择回家，他来到了当地远近闻名的一家修车铺。他把今天赚的钱全部用来给28大缸换轮胎，因为每次都是超负载拉货，对轮胎的损耗极大，一旦发生爆胎，那就人货两空了。所以对修车这件事情，奥德彪从不吝啬。等奥德彪修好轮胎后，他一天的旅途就结束了。他要原路60公里骑行回家，让我们期待奥德彪的下一次旅行吧。从没考过驾照的奥德彪，方向盘打的速度比车轮还快。在他这神乎其技的操作下，不管是送乘客去多远的地方吃席，他总能在开席前的5小时把乘客完整的送到目的地。这被他盘到包浆的方向盘，暗示着奥德彪车技不简单。不过奥德彪却谦虚地表示，能在这条道路上称王称霸，靠的都是自己过硬的八字。在非洲的马拉维，这里道路基建仿佛停留在原始时期，糟糕的路况更是成了当地不少老司机的噩梦。但这条道路却锻炼出不少车技了得的黑子哥，每次出行拉20-30人在这里都是常态。半路停车维修发动机是当地司机的基本技能。咱们的奥德彪也才年仅20岁，便有了300万公里的驾龄。凭借着出色的车技以及黑心的票价，让奥德彪成了当地富甲一方的隐形土豪。因此，他不但娶上了200斤的漂亮媳妇，让家里8个孩子都吃上了饱饭，而且还从28大杠换上了崭新的8手皮卡。然而，这群乘客喜欢坐奥德彪的车，并不是因为他精湛的车技以及崭新的车辆，而是他们老早就听闻奥德彪过硬的八字。每当凌晨5点，奥德彪总是当地第一个起床加油的司机，但却不是最早装满客人的。等到同行早已拉满一车，奥德彪这才刚刚计算好本趟行程的油量，而同行那边已经开启了收费模式，装满20人的皮卡，直接让发动机处在抢救室的边缘，只能在乘客们的推波助澜下，这才勉强送走了这群黑子哥。不过奥德彪对此却丝毫不慌，因为他纵横当地客运行业多年，积攒了许多忠实粉丝。就比如这位小姐姐，即便眼神中难以掩饰内心的着急，却依旧眼睁睁看着早班车离去。随着小姐姐上车后没过多久，奥德彪的敞篷皮卡就坐满了乘客。在黑子哥的推波助澜下，奥德彪一行人踏上了这条不归路。出村口的水泥路还算好走，可这群黑子哥们心里清楚，奥德彪可是意外的中式战略合作伙伴。即便是8字过硬的奥德彪，他也不清楚在这条道路上行驶，到底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，让黑子哥们明白，敞篷跑车虽然炫酷，但也容易让人着凉。不过这场小雨也只是刚刚开始，后面20公里的死亡公路才是最凶险的。于是部分乘客选择了中途下车，老老实实步行20公里回家。当然，对于中途下车的乘客，奥德彪收取的同样是全程票价。对此，乘客却见怪不怪，因为其他司机也和奥德彪一样，为了迎接接下来的极端路况，奥德彪对车辆进行了检修。发动机水箱缺水，车辆底部螺丝松动，但让奥德彪担心的是车辆损坏的尾灯，因为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路段行驶，后方的车辆容易发生追尾事故。不过作为一名10年驾龄的老司机，奥德彪早就锻炼出了听声辨位的本事。在与危险一次又一次擦肩而过后，奥德彪成功的将车辆开出了大雾中心，而接下来就是陡峭的山路。这条路段旁边到处都是趴窝的车辆，不过对于奥德彪来说，在这条道路上行驶，方向盘的速度一定要超过车轮的速度，油门踩到底的同时不要轻易踩刹车，不然要么就车轮打滑溜进山谷，要么就侧翻全车人吃席。好在奥德彪安全地将乘客带到了目的地，虽然用时10个小时，但比同行快了将近1天。奥德彪凭借着过硬的八字，就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奥德彪精神。所以假如你生活过得不如意，来看看我老表奥德彪过的是啥日子，你会庆幸自己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。当同行还在用28大杠拉香蕉时，奥德彪已经全款拿下了这款限量版摩托。花里胡哨的装饰暗示着奥德彪超凡的经济实力，车上特殊改装的音响依旧放着那熟悉的命运交响曲。在奥德彪的家乡，这里气候宜人，十分适合种植香蕉，不少当地人走上了种蕉致富的道路，香蕉毅然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。比起朝9晚5供房贷车贷，这里孩子们更愿意相信香蕉改变命运。面对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奥德彪却剑走偏锋，干起了运输业。当他娶下第3个老婆的时候，他毅然决然买下这辆限量版摩托。作为全村人希望的奥德彪，今天他要无偿将一些特效药送到20公里外的村子，因为那里的孩子迫切需要这些药品。
进村的山路十分险峻，为了安全的把这些药品送到目的地，本趟他特地拉上了自己的表哥彪德快，以防止路上发生意外时，彪德快好用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飙到村子。好在奥德彪车寄过人根本用不到彪德快出手，他们就到达了村口的木桥。奥德彪与预计到达时间整整提前了2小时，这让这群黑子们都感到不可思议，因为其他车手至少要1天1夜的时间。为了防止村里其他人倒卖药品，保险起见，奥德彪亲自将这些药品送到了孩子手里。本次药品的费用也是奥德彪自掏腰包出的，但这些药品却拯救了孩子们的生命。经过治疗后，这些孩子们的病情也得到了好转。村民还没来得及感谢德彪，奥德彪又开启了下一趟不可思议的旅途。真正的强者永远不会抱怨难走的路口。八字过硬的黑字哥们坚信，既然走不通的路，那就用运气来走通。在这条路上开车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这台上世纪遗留下来的老卡车，如今已经有40年的高龄，一边开车一边给水箱加水，是这辆卡车的日常保养。人力结合的启动方式就知道它不简单，电光火石般的点火，彰显着它与生俱来的年代感。即便50公里的超长路程，这辆老卡车也只需要走2天1夜。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，肆虐的飓风让这里频繁发生洪涝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，导致大量车辆深陷泥潭无法自拔，当地道路救援生意甚是火爆。这个时候，只要你需要，这群黑子哥们就能提供任何物资，不管是香蕉这种紧急物资，就连汽车发动机也可以单独配送。这惨不忍睹的道路状况，更是不少老司机的噩梦。在这里驾驶机动车，不光是要有驾照，还要满足3个硬性条件：一是要技术过硬，2是要8字命硬，3是要相信自己的命运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否则你还是老老实实用28大杠去拉香蕉吧。我的老表奥德彪是一名货运司机，在他身上不仅满足了以上3个条件，而且这辆40岁高龄的老卡车把他锻炼成了一名优秀的汽车修理工。虽然这台车又破又烂，但这台车不仅让他娶上了3个老婆，还让他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。他现在正在对卡车进行着最后的抢修，因为3小时后他将要面对马达加斯加的地狱道路。本次行程很简单，就是将这些食盐运送到另一个城镇。由于卡车车门已经损坏，他只能用一根细绳把它拴住，以免半路车门被打开把它甩出去。连接电源线，启动车辆，按喇叭警示行人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奥德彪踏上了这条不归路。本次旅途全程58公里，不出意外的话14小时就能到达。村口半米深的水潭并没有阻止奥德彪前进的脚步，只是底盘奇怪的响声让奥德彪不得不下车查看。走了仅仅不到500米，车辆的悬架就坏了，与其耗巨资更换悬架，不如用土办法进行轮胎皮加固后继续上路。可时好时坏的电子打火系统让车子停在了原地。随后随行的黑子哥绳子一拉，奥德彪这边同时点火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车子还真给发动了。从村口下山的这段下坡路最危险，车辆现在已经没有了刹车。奥德彪说，刹车片早在10年前就磨光了，因为没有钱，所以一直没更换。所以没有刹车系统的车辆只能依靠控制油门进行刹车减速。当在这泥泞的陡坡路段行驶，还需要黑子哥们在车轮下放石头增加阻力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行车难度也开始增大，坑坑洼洼的山路，腐朽的独木桥，每一段路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考验。除了过硬的8字外，随车的黑子哥也是奥德彪最重要的安全保障。此时距离出发已经过了5个小时，他们还没走完1/3的路程。老卡车在每小时行进5公里的超强负荷下，散发出阵阵硝烟的味道。查看后竟然是油箱漏油了，但他们丝毫不慌，毕竟时间就是金钱，只有快点跑完这段路，才能接下一单生意。然而这条路比想象的还要难走，遇到难走的路时，随行的黑子哥还要帮忙清理各种路障；遇到湿滑的泥坑时，还要在车轮下撒些木屑增加摩擦力。很难想象，这40岁的老卡车几乎每天都在这种极端的道路上行驶，却依旧能保持如此强悍的动力。即便是穿越深水潭也能如履平地，但硬件的损耗却是不可避免的。长时间的暴力驾驶导致车上螺栓发生了松动，为了安全考虑，奥德彪不得不停下车来检查一番。就这样一路修修停停，所以距离出发已经过去了10个小时了。他们一行人才前进了40公里。随着车子开进了一座小山村，他们一行人的身体也到达了极限。奥德彪作为司机兼老板，他大手一挥请随行的黑子哥们吃饭，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走完剩下的20公里。而这次才出发没多久，车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由于没处理发动机的漏油问题，发动机里面的冷却液也漏得见底，这就意味着每隔10分钟就要停车加水一次，否则发动机过热就可能导致整台车瘫痪，到时候这台车只能由他们抬着回目的地。加上吃饭和修车，已经过去了15个小时，路上停停休休不少于50次。为了货物尽量准时交付，
从现在开始，每次加水都不会停车。他们分工合作，一个提前跑到前方的水坑打水，一人耍杂技似的给水箱加水。如此辛苦又危险的工作，1个月也只能赚40欧，却是奥德彪一家8口的生活来源。随着夜幕来临，没有大灯的车辆继续向前方行驶很危险。奥德彪决定停车检修一番，不出他的意料，油箱和冷却液泄漏，螺母损坏，悬架也报废。开着这样的车上路，就好像拉着一车定时炸弹。可一生不信命的奥德彪相信自己过硬的八字，他决定打着手电筒继续上路。在奥德彪精神的加持下，终于在第2天的清晨，他们到达了目的地。即便是领到了这微不足道的薪水，奥德彪还是决定带兄弟们去喝一杯。所以还是那句老话，假如你生活过得不如意，来看看我老表奥德彪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奥德彪这个名字在非洲如雷贯耳，但不是每一位奥德彪都能买得起28大钢这种用捡来的木头制作而成的木板车，他们的载货能力丝毫不输大卡车，因此这种木板车在当地很受欢迎。这里便是刚果的木板车之城，市中心的木板车雕像象征着这里的文化底蕴，在大街上骑着木板车送货的人随处可见。而奥德彪的木板车是这群人中最与众不同的，不仅车身5颜6色，而且还自带防盗系统。车前方的旋转小风车让他把空气动力学拿捏得明明白白。这辆木板车是奥德彪养活一家8口的重要工具，他没事就会定期去 4S 店保养自己的爱车。为了使这辆木板车更加的耐用，他在2个车轮上安装上了28大杠的轮胎皮，车轮上的轴承是废弃卡车里拆下来，上面还留有残存的机油，装在木板车上有种大牛拉小车的感觉。所以车辆良好的性能和独特的外观让他在这群拉车人中鹤立鸡群，许多黑心老板都找奥德彪揽活。今天他的业务订单是把这1大桶水运到另一个商铺。虽然奥德彪干的都是些粗活，但气质这块却丝毫不输任何好莱坞明星。霸气的女士眼镜是他的标配，穿上裙子式的上衣，豪车鲜艳的颜色，配上他那双拉风的拖鞋，走在这破败的大街上，他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。而这辆没有任何动力系统的木板车，在下坡的时候是它最能体现性能的时刻，速度甚至能达到惊人的60码，没有刹车也没有减速带，剩下的全靠8字硬。不来非洲，你永远不知道纯木打造的28大杠到底有多优秀。这辆用烂木头制作的奥德86采用了最新的弹簧减震技术，全系标配拖鞋绞刹系统，选装8缸人肉动力发动机，0-100加速只需多吃几根香蕉。如此优异的性能让它能适应任何路段，不管是泥巴路还是碎石路，都能让你轻松驾驭，不耗电也不耗油，基本做到了零污染、零排放，环保技术领先全球。在非洲的木板车制成巨大的拉车人雕像，暗示着木板车在当地的地位，它已经成了当地居民生活的一部分。这里的人们以拥有一辆木板车为荣，结婚时他们不需要车子和房子，彩礼只需要一辆木板车。咱们的主角奥德彪也是靠一辆木板车追到了他漂亮的媳妇。妻子称赞奥德彪是一个懂浪漫的好男人。据说2口子恋爱时，奥德彪经常用木板车载着他的妻子在海边兜风。然而这种车子更多的时候是用来载货，这种价格便宜的木板车在当地深受拉货人的喜爱，几乎是人手一辆。小木板车更是带动了整个非洲的 GDP。 可木板车即便如此普及，但还是有不少人买不起，他们把货物顶在了头上。因此有些眼光独到的黑子哥衍生出了一套新兴的行业，他们在路边做起了2手车生意，价格仅仅是新车的1/10。虽然现在看到这木板车让我们一下子联想到20世纪60、70年的挤公车，但不管怎样，每一个勤劳的奥德彪都值得尊重。在非洲不是每一个奥德彪都拉橡胶，但在非洲搞运输业的黑子哥们都叫奥德彪。在非洲不是每个奥德彪都买得起28大杠这种高端货，但在非洲开一辆自制木板车拉货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这种叫德彪号的木板车，它用上了黑子哥们最新研发的缓震技术，即使时速到了60公里也不会感觉到颠簸，全是自带安全的绞刹系统，不耗电也不耗油。只要你拖鞋足够耐用，其搭载的实心木质轮胎不存在爆胎这一说法。所以这辆木板车黑子哥们想装多少就装多少，直到黑子哥们推不动为止。这辆木板车不仅能装重物，而且这一点也不影响其强劲的动力系统，下坡的时候更是能达到时速60公里。这种连牛顿看了都直摇脑袋的反重力车子，其实制作起来十分的简单，用到的材料都是些建筑垃圾，几根树枝和一块完整的木质地板，将其组装起来就是一辆能传承祖孙3代的耐用木板车。在非洲刚果的木板车城，当咱们的28大杠还没进口到这里的时候，这辆车早已经应用到了市场。咱们8字过硬的奥德彪虽然也偶尔拿着车子运送香蕉，但平时更多的是拿来运送包菜，因为包菜相对香蕉来说重量较轻，一车可以拉更多的包菜，而且还是按件计算费用。这样一趟下来，奥德彪赚的比拉香蕉更多。他们本次要把这批包菜运到另一个村庄，运输的道路并不好走，
到处都是泥泞的泥巴路，所以这一趟运输跑下来并不容易。于是奥德彪带上了自己的2个孩子，奥大彪和奥小彪。通过一段艰难的上坡路段后，是一段很长的下坡路。对于这种难得的飙车机会，奥德彪开始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下坡，仅依靠拖鞋摩擦车轮减速。不少网友看了直呼我开摩托车都不敢这么快，谁叫奥德彪八字够硬。一下坡过后又是很长一段上坡路，这段上坡路最难走，没有职业推车人帮助根本爬不上去。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这群推车人每帮人推车一次都会收取一定的费用，这点费用对奥德彪来说不算什么。但让奥德彪头痛的是，在这条路上很多路都是私人修建的，遇到拦路人时还要交纳一笔价值不菲的过路费。不过相比泥泞的土路，收费的路就显得平坦开阔了许多，这让奥德彪可以放心的飙车了。等到了村庄后，再帮货主把货物搬运下来，就可以领取报酬了。这趟下来，除去路上的花费，他赚的并不多，但为了生存下去，他来不及休息，就准备开始接下一单活了。所以假如你现在还抱怨生活不如意，请冥想一想我在非洲的老表奥德彪，相信你会觉得庆幸自己生在红旗下。